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徐威老师，欢迎；相声演员曹鹤阳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雷鸣老师，欢迎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4位导师的人生智慧。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，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请看，我们结婚3年，到现在双方父母还未曾见面，你的不作为让我失望。上一段的婚姻让我厌恶被欺骗，未曾想你也要触及到我的底线。我们相爱的这3年，我的工作再忙，心里也始终装着这个家，但你总是不满意。我们在一起3年，共同经历很多，我舍不得这段感情，也不想我们的故事就此落幕。我们之间存在很多误会，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所有的事情都对你坦诚了，可你就是不愿意相信我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韦先生45岁，来自吉林个体；女嘉宾周女士38岁，来自吉林个体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您2位好像是到了民政部门了是吧？对，提出了离婚的申请。对，现在是冷静期。现在是冷静期。谁提的呀？我提的。您提的。您是不想离？我想挽救一下自己的婚姻啊。现在你结婚多久啊？我应该是3年。结婚3年啊？我结婚晚，45岁。对，岁数大，结婚晚。42岁才结的婚，还是以前有过？没有，第一次。您是初婚？对。那3年前您是35岁，是初婚还是再婚？再婚。有孩子吗？第一段婚姻里2个女儿。跟着您的还是跟了前夫了？开始的时候是我们2个人一人一个，谁不管谁。后来孩子大了嘛，奔妈，这样这2孩现在我都管了。哦，大女儿多大？18周岁。老二多大？老二14周岁。现在都跟您2位生活在一起？也不完全是。老大在上学，在学校，在住校。然后老二有人就是说，我媳妇找个人照顾一下上学。为啥要离呀？我第一段婚姻离婚10年以后，然后应该是恐惧呀、害怕呀，也说不出来。但是吧，一直是遇到他之后，我迈出了第2步。我想着跟他一起好好结婚啊，然后这边生个孩子，孝敬父母，这样2个人一起工作，整个有个安稳的小家也挺好。但是这步棋我应该是走错了。咋了呀？有一天下班我去接他，然后他在车里跟我说，突然之间说，媳妇儿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我说咋的了？他说这边之前跟那个朋友做个买卖，然后说赔了，他分20万，然后他朋友占大份，然后他说这边想让我替他还一点，然后跟我写那个协议书，就是那个欠条。然后我问他，你跟你朋友做买卖，你是不是得有合同啊，或者是营业执照这种？说买卖不是空凭你一嘴说你就做买卖了，对，你必须拿出证据来呀。对。然后这个事儿到现在他也没拿出来。这买卖什么时候做的呀？那个时候您结婚没结婚啊？结婚了。那您婚后拿出去20万跟朋友做买卖，他也不知道啊。其实核心在这儿嘛。我就是不想争吵，怕他不高兴吧，应该是。什么叫不想争吵，怕他不高兴？那么为什么现在突然出了20万的债务之后，你让他知道呢？你妻子这要求特别合理啊，营业执照啊，所有东西拿给我呀，股权协议啊，乱七八糟，我才知道怎么赔的呀。做的什么买卖都说不清楚。做的是物流。物流买卖。你该有东西给他看东西不就完了吗？但是因为这个是跟朋友一块做，然后我只是一小部分，我只是跟着一块挣钱，就是。所以这钱去哪儿了？你可能自己都说不清楚。对，这就是他讨厌你的地方，这就是欺骗啊！您认不认您欺骗了人家？我认。大概是9月份的时候说的这个事儿吧，然后现在是冷静期的时间。所以他是说不清楚你就提出了离婚是吧？对，还有啊，还有啊，我们接着听。因为我们今天
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很多事都是一个连锁反应。他之前说他有个朋友人品特别不好，贷款呐、赌博啥，他朋友啥都干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老公，这个人不行，以后咱们别跟他联系。”他也答应的很明确，说那这个人我不联系，你放心吧，媳妇儿。然后突然有一天，他那个朋友跟我说过，他俩还联系一天，他俩在一起喝酒了。我俩从小玩大一个朋友，好朋友。他之前确实是做买卖赔了钱，借了很多人的钱，包括跟我借了2次。但是这个钱因为影响到我生活了，也是，我就费了很大劲吧，把这钱要回来了。要回来以后再接触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说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，我就想知道他现在好还是不好就完了，别的我什么都没关系。那你手机里边前女友聊天记录怎么回事？咱俩都结婚了，你还跟前女友联系啥呀？这前女友当时我跟你解释了，而且手机是你看的，我不是说我去隐瞒你。他发信息我并没有回，我当时当你面我把所有能联系上的我全都删掉了，而且再也没有说跟哪个女人去说过话，或者说发过微信呢。我们俩在一起3年真的很不容易。他妈妈因为他头婚，我这2婚，2个女孩带孩子了，不管男孩女孩，毕竟带孩子老人这块嘛很不同意。但是我俩呢，尽管我俩不去努力，也确实在一起了。在一起的前提下，我也想着为了他好，为了我好，为了这个家好，然后为了让外人不说闲话，我也一直在上班，打2份工作。我就一心一意的想着就跟他好好在一起，然后挣的钱都是2个人的。但是呢，到现在我爸和他妈没有见过面。他之前跟我说过这个事儿，因为本身这个事儿不同意嘛，说会找时间让2个人2位老人见面，然后也这样，到现在也没有见面。就是你婆婆不接受你是吧？嗯，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的问题，我没做好。我作为一个老公，或者是作为一个儿子，我都没做好。当时是因为我爸爸不在了，就是我剩我妈，可能就是当时是爸爸是这个天吧。完了，爸爸走以后，就是妈妈就是天了，支起来这个天，就觉得儿子怎么样，就是说不太同意我们俩在一起，因为有婚姻有孩子。但是我媳妇当时有动摇，想放弃，但是我一直在坚持，因为我结婚晚，我想找一个就是能对我好的人就行。然后我就一直在坚持这个事儿。后来老人很生气，但是也说了在一起也可以，但是亲家不见，孩子我也不想见到。我们俩就为了能在一起，为了以后能好好在一起生活，为了这段婚姻吧，也不想让老人去因为这个事儿去发生争执，然后就都同意了。但是我也对我岳父这儿，真是一直都是从心里是一种亏欠，对不住老人。那你常看看岳父啊？我经常去看啊，但是这种亏欠不是常看的事儿，就是挺对不住老人的。然后我后来也说了，跟我媳妇说，我说，我希望你跟我妈妈呢，就是说你们多沟通，多打电话，发微信，咱当小的，你关心关心他。然后呢，他呢说什么咱也不介意。然后时间长了呢，你们婆媳之间处好了，然后咱们找好的机会，我说我一定让我岳父跟我妈去见一面，咱们亲家必须得见一面，因为这是我欠人老人的，也是欠我媳妇的。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我这是时机不成熟，一直就没理解，没做好。跟婆婆关系现在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处的挺好，现在处的挺好。但是出于他之前不同意嘛，然后我也想着我们俩在一起了，然后虽然我有2个孩子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寻思再有个爱情结晶，这样老太太这块心里能更稍微平衡一点。然后他一直找各种理由，他也没要孩子。为啥？我俩现在没有孩子。第一吧，看到身边的人去养这个孩子，真的现在有点承受不起，而且这里也牵扯到我之前欠钱的这个事儿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我俩是没结婚之前处对象的时候，他就跟我提过这个问题，我想给你家生个孩子，然后是咱们俩共同拥有的一个孩子。就是当时的想法就是心疼，因为我看到他的刀口，我心里特别难受，就是感觉女人生孩子太痛苦了，我就一直就是说拖了一下，但是我没有说
不生这个孩子，也没说不要，也没说以后就是不要了，只是说暂时先不要。他对这个事儿态度是暧昧的，还是说暂时不要啊？他只是说再往后研研再说，然后也没有确定的什么3年之内呀、或2年之内咱再要个自己的孩子。有个爱情结晶这咱们就一开始是一点给我爱情的保障，我感觉一点保障没有。明白了。所以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叫连锁反应。就如果单独说他只欠了20万，可能他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他现在的反应大是从进你们家的门开始，这个事儿就不对。你妈妈就不接受我，我又非常坦诚的想跟你过日子，我还给你提出了生孩子，是你一拖再拖。这个连锁反应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？因为我上2个班嘛，有一个是餐饮，下班比较晚，然后吧有一天下班特别晚，到家大概是3点左右了，他也嫌我晚了，说你别回家了，然后我自己在车里睡的。之前那个工作单位不用怎么维护顾客这块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然后我就说跟客人敬杯酒啊，或者是就是挨桌打个招呼啊，这下班就晚了，而且本身这东西上人也晚，下班晚了他就不理解，就以为我怎么回事的，然后给我大吵了。我在车里睡了，他后来又打电话，就是说的那咱俩你有啥事上楼上谈了，明天再办。我说行，上楼上谈完之后，他跟我说那咱俩明天离婚吧。我说行，我也答应了。然后等那天晚上说我俩是分屋睡的，紧接着我就在这一晚上我在想，我这脑海里就想，我说我应该是活该，我这结婚了上2个班，然后还现在得到你的不理解不信任。我感觉爱情这个东西都是相互信任的，但是我感觉我这么努力这么拼，没有得到他的一个理解。那你挣这个钱都给谁花呀？他花吗这钱？我开始的时候1月给他拿5000作为日常花销，就是因为你养他呀？也不算养，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吧，我认为只要是相爱了，跟钱没有关系，钱是可以再挣的啊。是的，对呀，我就想着为了咱怎么能家庭好点，本身他妈不同意，我寻我这边拿点钱，这样您1个月给他5000生活费。然后给了大概是10个月，然后后来换工作单位了，不咋好了，我也就再没给，然后就反复的就这些事情一个接一个，什么事情都来了。就是现在能理解了。你说我图啥？我嫁给你了，还不如不嫁，对吧？你能理解他这想法吗？你看我打2份工，我要是不跟你结婚，这钱我就跟闺女花了；我跟你结婚，我还得把钱给你，没错吧？没错吧？这个钱不是，我都俩孩子了，我要不因为爱你，我在10月怀胎，我再给你生一个，然后您还说暂时不要，不是主持人对吧？他这个这是客观事实，不是？我知道，我不是给自己解释，我是说他工作这块事儿，工作这块事儿吧，属于说夜场科研经理，他头一份工作的时候也是科研经理，安全感挺好，至少我放心。然后第2个工作换了工作环境也是这样，但是呢，这个工作环境比原来就时间延长了很多。原来可能12点1点就能到家，现在可能就是2、3点钟、3、4点钟。我呢，可能作为男人吧，有点小心眼儿，有时候就说你别说作为男人我小心眼儿，作为男人说老婆这事儿，我觉得你就别干了，我多出去辛苦，这叫男人。男人不是我待在家里说我老婆出去挣钱去，我花着她的钱我小心眼儿。你要真疼你媳妇儿，你是不是应该出去挣去啊？我知道，就是你没有啊，我没做到，也没理解我媳妇儿的工作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跟前夫离婚？也是因为骗什么？他之前跟我说，那个出去跟人家什么去内蒙送肉，一趟送一趟是700，我就寻思那会儿2个孩子，我在农村那会儿开超市麻将馆嘛，这边经过孩子，我寻思那你就去吧。但是有一天他回来了，我不知道谁走漏那风声。自从那次以后，我已经就是彻底伤心了啊，明白了。所以一直这一年你想他的第一段就是一个骗他的男人，这进来又是骗他的男人，得多失落和多失望。你当时看上他什么了？对我好，人品也好，在朋友面前做的特别完美。你们谈了多久？大概是7个月吧。谈了7个月，不草率吗？一个42岁，你嫁的时候3年，一个39岁没有结过婚的男人，谈了7个月就敢嫁，
再赌一次吗？而且还要给人生孩子。因为应该也算是个缘分，这些年我离婚之后没有再处男朋友，只是都是说有心理阴影都是比较重，但是直至遇见他的时候，这个阴影就没有了。所以你跟他这个婚姻就是纯感情，不图别的是吧？就是因为爱，对吗？嗯。为什么那么多年都没找？这个一下7个月就结了婚了？说实话，我们俩在一起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是从认识到谈到结婚论嫁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就好像就已经结婚10年8年似的。那你还忍心骗他？一见如故，成语来说就一见如故嘛。我不想说，我觉得我说的太多，好像是我就在给自己找理由。你骗一个人的话，我想他会把这个事情编得很圆满，什么都有，人物事都有。但是我当时只是说了这么一句，然后想让他帮我。不是你客观上面就是骗了人家，你还说什么呀？夫妻结婚之后，一方要做一个重大投资举措，家里面的另一个人不知道这件事本身就是欺骗嘛。我骗他了，对吧？对。既然一见如故了，按照你妻子说的这个，又要为你生娃，进你们家门又带着家族不认可，婆婆还不认带进门的2个孙女儿，认都不认。就这么屈辱就嫁给你了，同时一个人打2份工，还给这个家里交着钱，就是一个女人为你吃尽了这么多东西，你说就一句话，我欠了钱了，那您说说嘛，您到底怎么想的吧？什么情况嘛？这20万需要他还吗？我没说让还，我刚开始确实是跟我媳妇这么说的，但是我媳妇跟我说了这些东西以后，我说不用了，那我就自己想办法。你就照顾好老人，照顾好我照顾老人是照顾到我岳父，然后和2个孩子，剩下不用他管。那你这钱怎么来呢？挣也好，先跟朋友借也好，反正就是说。对啊，你们俩，所以你又把他撇走了，没有，你们俩还是夫妻啊。我后面有一些东西是想跟他说的，想告诉他。不是在我们舞台上说，是私底下说，是吧？我想在最后时间上说。还有杀手锏，你看，确定要离吗？确定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你要离，你今天怎么会来呢？行了，老师们帮着分析分析吧，看应该怎么办啊？丈夫说不能离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女方说谁叫你骗我，而且你现在回想，好像这婚结的不值，对吧？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伯宏兄，恕我直言，你们这一段婚姻，从走进那一刻起，就注定危机四伏。有这么大的投资，竟然不告知自己的妻子，那是绝对的不信任，是故意的隐瞒。现在好了，亏了20万债务，你提出来了，要共同承担。那如果不是亏，是赚了20万呢？你会告诉他吗？因为他是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笔生意。那是不是赚的钱你就落了自己的腰包了，瞒了自己的妻子呢？另外，这位妻子走进这一段婚姻稀里糊涂，人家再婚为什么非常的慎重，甚至有恐惧，因为怕输不起。而你刚才告诉我们的是，我就赌一把。所以你对婚姻是草率的，甚至对自己是有点不负责任的。当然很明显，所谓的外债可能就是一根导火索，但是在你心中就是一个底线。对这段婚姻，您确实无法去左右，你也无法去融入。谢谢。谢谢伯宏兄。曲总，南方，我问你啊，当真这20万拿不出任何的证据是投资的，是吧？对，我们暂时就说你是投资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无论你留的底牌是什么，今天这个婚一定要离。我认为你只有离婚，你才能表明自己的真诚。这个债务算谁？我自己的。你们在冷静期有协议吗？
有了吧？债务算谁的？债务跟我没关系，是他的。好，不是我自己的。马上去执行。因为你只有把所有的人的顾虑都打消了，因为我们看不懂你，所以先证明自己是清白，至少对过去的这一段充满着欺骗、冷漠的婚姻，我们做一个了断，然后再说用真诚开始。女生啊，哎，为什么这么自卑讨好呢？为什么总是在无原则的付出呢？所以你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给作践到没有人会看重你，没有人会尊重你，没有人把你当成一回事儿。今天这个婚一定要离，我还挺好奇他有什么底牌，但什么底牌都没有用，你们的关系一定要归零，而这个归零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，听懂没？就这样，谢谢曲总，曹老师。我就简短的发言了，因为之前两位老师说的非常全面，我想说的几个点呢都说到了。那么我简短发言就是想听最后他到底能说出什么来，因为刚才问的很清楚了，赵川老师说的是你能对你的妻子说什么，他这边说我不会画大饼，我不是问你要说什么，我也不想给他说什么，不是你一句重点都没说出来，所以我现在非常好奇最后能说出什么来，我就静观其变了啊！发言结束。您告诉我件事儿哈，我就接下来就问这么几件事儿。您的2个女儿知道您的工作细节吗？知道。您现在的婆婆知道您的工作细节吗？知道。知道。所以，我得给您生一孩子呀。所以，你不见我爸爸，我也没什么意见。人家哪怕是个无业，哪怕咱们这边一天打2份工，内心深处也觉着肩膀好像不一边齐，是吗？所以您打完2份工，在楼下车里睡的时候，人家就理所应当的不心疼您啊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人家在家老老实实，我这今天晚上觥筹交错，都是晚上12点以后上班的地方，一身酒气回来，我有愧呀！我每个月那5000块钱，那是给自己长点脸呐，是吧？我1个月5000，我买人家一句，我看得起你了。我讲明白您这过程了吗？你看，其实真没必要，真没必要。有些事情在心里，咱们只要合理合法，咱们那是合法所得，咱们完全没有必要在婚姻和感情上觉着自己就矮人一头，自己就得上赶着，真心没必要。这是我想跟您说的。有必要没必要的呢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愿不愿意呢，那是您的决定，对吧？对。听明白雷老师喊的是什么了吗？他喊的是跑，是快跑。我一直觉得，只要不违法，不违背公序良俗，一个人努力的活着就是最大的尊严，而不是依附于别人。其实说白了，知道你图什么吗？3字儿嘛，不嫌弃嘛。不嫌弃我是2个女儿的妈妈，不嫌弃我是一个离过异的女人，不嫌弃我这个工作被人看不起，不就这东西吗？图的不就这个吗？再加上会说会哄吗？结婚之后怎么敢？就是一个女人把心窝子都掏给你了，家庭不承认可以，要为你生孩子，你不跟人家生，嫌弃人家可以，那心都掏给你了，你突然莫名其妙的就这么一个家，20多万您就没了，不在于钱呐，而在于为什么都没跟他说一下，那怎么才能把您这石头给焐热呢？一起进入192，就要爱，真情60秒。首先感谢各位老师和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挽救我的婚姻，不管成与不成，也谢谢大家。我呢，就是想，既然是我欠的钱，就是要由我自己来还。我准备把房子卖了，然后我再还掉，
然后再把我媳妇这个车贷也还了，剩下的钱做一些小买卖。如果他允许的情况下，我希望跟他一起照顾老头跟2个孩子。我呢也不想说我能做到什么，只希望给我一些时间，也不考虑我说什么做什么他会不高兴，什么都能跟他说，什么都能做，都能告诉他。哦，今天决定是把房子卖了。妈妈住哪儿？老婆住哪儿？我妈妈有房子，但老婆住哪儿啊？老婆她在2年期之前签协议之前就已经搬出去了，知道我这事儿以后，她就已经搬出去了。搬出去了，没拦住。行吧，卖房子是为了他自己还钱，跟你没关系。我说的对吧？我欠了债了，我把房子卖了，我还钱，确实跟你没什么关系。过去你嫁我的时候好歹有套房，现在我连房都没了。老母亲问这个房子为什么没了时候怎么说呀？实话实说啊，实话实说。那你妈会信吗？没什么不信的。你妈会想为什么你娶了个媳妇儿连房子都没了？我只提醒你，我也提醒你，好吧？谢谢2位，请回，谢谢你们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，博红兄做个预测吧。我这里只想和他的妻子说一句话，即便是再婚，我们也不能侥幸，也不能草率，甚至不能冒险。男出女不出。男生出是肯定的，女生呢，我建议不要出。真的，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哪怕你退出之后，退出这个夫妻关系以后，如果你真是觉得他又用真诚打动了你，再接都行。但是今天一定不能出，男出女不出。他规划的挺好的，先把债务还了，然后把车贷还了，然后剩的钱再做点小买卖。规划的倒是不错，但是说实话，跟头里这比没说到我心坎里去。我觉得这个规划还是有问题。因为对于他老婆来说，重点不在于这20万的债务。哎，对了，就核心不在于债啊。来，男出女不出。好，就是都别出来了，因为民政部门也挺忙的，别去2回了，对吧？就直接就冷静期，赶紧签字就完了嘛。啊，行，好，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其实这应该不是你人生的一个最绝望的时刻，也不是一个至暗时刻。如果你真的对他还有感情，第一步是解除婚约，第2步是让他重新认识你，你哪怕重新追他，你都有机会，对吧？我一定会再追他。如果他能再一次的爱上你，我相信你们的婚姻就长长久久了。然后你回头检索一下这段婚姻里面那些问题，我也没有那么看着那么悲观和绝望，因为你就会发现这个女人还是爱他的，说不出来就是爱他。你先放了他，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好，咱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，加油，请回。谢谢各位老师。就女人的泪让人心动，男人的泪落到恰到时，其实你也会心动。这最后那一瞬间看到了一点点真，这个真是来自于情感的真。不管怎么说，3年多了，突然要离开是受不了。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好的方式是，如果还相爱，那我们把过去的事情通过一种方式先做一个割断，割断之后还爱着，那咱们重新开始，重新追，重新了解，那个时候再合适再走进婚姻，我相信他们就是一辈子了。来吧，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
婚后的你好像变得不是你了，11年了，你变得懒惰，之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好像离我很远了。你知道吗？我有的时候真的好忙好累，想让你宽慰我的辛苦，到头来得到的只是责骂。你能不能不要再自暴自弃？你带给整个家和我的全是压抑。从小没人管，我真的很难敞开心扉，很多习惯我真的很难改，但我从不是故意伤害你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，赚多少钱才够？中年人了，欺骗是你的手段吗？能不能成熟一点？我理解你的痛苦，理解你的不安，但到头来我都是为了这个家，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房先生36岁，来自吉林个体；女嘉宾于女士34岁，来自吉林全职妈妈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结婚11年是吧？对，11年。结婚11年了，娃多大了8岁。娃8岁了，男娃女娃？女孩。是你让人家做全职妈妈的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做了几年了？就是从生了孩子以后一直在做全职妈妈。那就是8、9年了，对是吧？9年。现在你们俩的婚姻状态是两地分居是吗？嗯，对。你在外面挣钱是吧？对。你在家里带娃是吧？对。你每年交多少钱回家呀？每年的话就是7、8万。是吗？不一定，以前交，现在少。以前是指多久以前？头半年吧。半年前还交钱，现在不交了还是少？不交了吧？为啥不交了？我不交了也是还我们之前欠的贷款。哦，欠的款。今天女生来是要干嘛？我就感觉吧，他这个人就是跟婚前婚后他差距太大了。我俩吧，之前认识的时候，他这个人嘛就挺勤快的。就我俩结婚以后哈，他就变了另一个人，就相当于怎么呢？就是把我弄到手以后，他就狐狸尾巴就露出来。他是这种类型的人，现在就特别懒。然后他现在升级到已经就是欺骗我了，让我有点受不了。我收拾完垃圾放在那个门口，他下楼的时候，他宁可跨过去，他都不会顺手是把这个垃圾扔了。就家里那个地，你让他擦哈，他就跟你唧唧歪歪，他就不擦。我不是不擦，就是每次你都跟我大喊大叫的，我也擦了，但是刚擦没有半分钟，你就是要求我。那是我跟你大喊大叫的事儿吗？那是咱们自己的家，为什么非得就是我让你擦的时候你才擦呢？我是你保姆，就都得我来干呗。这家里面经常有这些问题，就是老婆觉得丈夫懒嘛，就男人干活比较糙，这倒没什么。还有啥？就是他踢球整一身臭汗，我吧哈就怕他进屋不洗澡，我先把水给他烧好，我现在进屋马上就洗呗，人家不得进屋就马上就给你躺床上。你说我刚换的床单，你说你吧你不收拾也行，我忍了，那你也不能不珍惜我的劳动成果，他眼里他根本就没有我。不是主持人，我上一天班真的太累了，我好不容易捞个空踢场球，回家腿又受伤又什么的，他上来就让我洗澡。你腿不受伤的时候你也不洗呀？你就是嫌我埋汰，嫌我脏。现在我这是干那个店儿，他也是太累了，关键是啊。你整那个炸串店，你说你天天下班以后身上味儿可大了。那不是挺香的吗？香啥呀？那油烟味儿可呛了啊！那他进屋就整一股味儿，完他也不洗，不让我进屋，进屋就得先把衣服脱了，连床都不让我上，让我睡沙发。后来因为他嫌弃埋汰，炸串店我也关了，我也不干了。那炸串店是我嫌弃你埋汰，还是说因为你自己的原因？他一天啊整那炸串店不正儿八经经营，那个单来了哈，人家搁朋友在外边吃喝的，整一大帮人在那又吃又喝的，要不就研究彩票，人那骑手搁门口等着出差不的，就搁那玩，也不知道一天咋寻思的。那有几次那样式儿的呀？几次是几次吗？要是因为几次的话，那店能黄吗？咱做的时候说咱俩一起去，你帮我，然后你也不去串串，你也不去帮忙，我自己根本弄不了那个店。后来你还嫌埋汰，干脆我就关了。关了以后靠什么生活呢？关了以后我又弄了个火锅店。火锅店，怎么样？火锅店最后也赔了。为啥呀？那不还是因为他吗？还是一样，整一群狐朋狗友，天天去那吃，天天去那喝，也不管理，完了甚至呢让我还去当服务员去。你说自己雇那些服务员，自己管不明白，让我去，我那还得还看孩子呀。完了没招了，我送我妈那吧，天天晚上8、9点去接吧，有的时候再晚点。最可气的是啥呢？
那天晚上我都快去接孩子了，他还整一帮朋友来了。你说人都来了，说那啥让我给整点饭吧，咋整？服务员下班了，没人给弄饭呢。我一寻思他朋友都来了，我也不好意思折他面子呀，我就给我妈打电话说我晚点去接。完孩子搁那哭说要回家，你说那我不去接能行吗？我就哎呀左右为难，我说咋整啊？那就给人做饭吧。这可倒好，心里一点事儿都装不了。哎，你说你吃一会儿得了呗，吃到半夜3点，你说谁能受得了啊？那不也是偶尔的那么1次2次吗？再说人家来不也是捧咱们场吗？他不也是给钱吗？给钱呢？你最后那不还是一样黄了吗？一样黄，他也不是我经营的问题啊，那不赶上特殊时期了吗？那你后来老长时间不上班，完了天天在家打电脑，哎，跟人朋友唠语音，就打那个视频电话，一唠一天。那孩子休息的时候写作业都写不了。哎，我说一遍，人家也不听，就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呢。你光寻思你自己去吗？这不是？我怎么没上班？我后来没干外卖吗？还提你这外卖呢？你下班你干啥去了你？天天还是跟人一样吃吃喝喝的，电话不接，完家还不回，也不知道你要干啥。你是跟你朋友吃饭呢，还是跟谁吃饭？我就不理解为啥非不接我电话呢？你每天你都挑我理，你一天打我那么多电话，电话都让你打没电了，我咋接呀？而且我一回家就看着你拉了个大脸，回家就给我一种压抑感。我不想回家，我太有压力了。我在外边吃口饭还不行吗？跟朋友唠唠嗑。等于你以前就是做餐饮的是吗？是我以前做餐饮。那你这些投资什么欠钱了吗？欠钱了，就是欠钱了啊。欠的多吗？也不算太多。那你现在的工作是送外卖是吧？对，我现在的工作是送外卖。那也可以啊，你看人家从这个老板到跑外卖，这个心态还是不错的。你看不到他这个积极性吗？他是送外卖了，1分钱不往家拿呀。哎，人家净往他自己身上打扮呢。今天买个球鞋，明天买个衣服，完了，哎，更搞笑是啥？同样的衣服买3个颜色，你说你给谁看呢？你要干啥呀？你这一天？那你说我生意都已经赔了，我在穿的水裆尿裤的，我不得打扮打扮自己？我出门我都没法见人呢。也是，我过去一老板，现在我送外卖，我见人的时候你让我穿的挺歪一点，是吧？要不然觉得没面子，是不是？这个想法倒能理解。完了吧？他这个人还总愿意拿他小的时候跟我这事儿跟我往上说，天天翻来覆去的。哪是翻来覆去啊？那我小的时候就那样啊！我小的时候就没有人管我。你看他又开始说，就天天从我上学就开始勤工俭学，然后到后来我们结婚，房子车都是我自己挣的呀。我已经很努力了。是不是房车都他自己挣的？是，不是挺厉害的吗？然后买几件衣服，你看他还说我来这我也不是跟你吵架的，我是来跟你解决问题的。我之前吧，我俩就是也是分歧挺大的嘛，然后我就想那个好方法嘛，就是寻思距离产生美呗。我说那你上你爸妈那住一阵儿吧，咱俩就先分开一段时间，看看能不能。你提出来跟他分开住了？对，缓和一下呗，要你咋整啊？你说后来学校要开家长会，这必须让父母去参加嘛。我寻思那给他打电话吧，这明天不得参加去吗？一打电话人可倒好，没在长春，跟他朋友跑吉林去了，说干一个什么，上人那会儿整个什么甜品店。我不是想安顿好再告诉你吗？我刚走没2天你就来电话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是一直在干着呢，那个甜品店。就现在等于您在开甜品店了？我是打工，现在是给人家打工。打工就是他搁那干1年多嘛，头半年还往家拿点钱，后半年就是根本就不给了。我跟孩子靠啥生活呀？然后是啊，对啊，就得靠我父母去接济我们。你说你不管我们，我俩喝西北风啊？我不管你，就是咱们之前那个火锅店的，就在欠那个贷款都是我在还呢。而且头半年我挣的钱都给你打回来了，只是后半年挣的少了而已。我不管你。你那还啥贷款呢？那剩那些贷款不都是我爸妈后来给咱还的吗？那不都是一部分吗？更搞笑的啥呢？我好不容易给他盼回来了吧哈，这又给我找个事儿回来，跟我说，哎呀，看人家朋友搁那个吉林开甜品店挣钱了，完了说那个我要不然咱搁长春也开一家吧，这首家不是说好吗？咋地？跟我说这个，我这不同意。完了那天我接个电话，贷款电话，我这才知道他可倒好，背着我在外边就已经把这贷款的事儿给整明白了。我回来先和你商量的。你那不是商量吗？你那不就是通知我吗？你那是商量吗？你这现在学会撒谎了呢。所以说他现在实际上面已经在长春开了一家甜品店了。还没开，打算筹备。贷款已经贷到了？没贷，这是
人这不偷得通过摸要带吗？他才能让我给发带出来现了吗？没带，哦，他不相信我，这是我发现的新的商机，真的可以。行，听明白了。妻子其实讲的不是两个人的感情，妻子讲的是一个年轻小老板的沉浮记，对吧？他就当老板当上瘾了。不是，这你嫁给他的时候，他跟老板没是不是有关系？房有车？在奋斗中，但我俩结婚的房子和车的确是他买的。哦，所以他自我奋斗，奋斗到了房子、车。这个是全款还是有贷款？都是全款。都是全款。对。那会儿你多大呀？那会儿我26岁，自己在长春是吧？对，买房买车，自己做买卖，成功，算成功人士对吧？那会儿做什么买卖？就是做炸串店吗？还是做？不，那时候我是开出租车，那时候我是养出租车的。哦，靠跑车，那这个人我们基本判断他不会偷懒，要不然怎么会养车跑车能跑出房和车呢？后来为什么不干了，去干了炸串店呢？就是那时候没有滴滴的时候啊，出租车特别赚钱哦，一天生意特别好。新的产业上来了，影响了模式了，所以人家积极转型啊，干了一个炸串店啊，没毛病啊。炸串店没干好，那咱接着转火锅呗。炸串店不是没干好，是因为他嫌弃脏哦。每天我们都是因为这个话题总是吵架，所以我就不干了这个炸串店。所以按妻子的说法是你不够勤快，是吧？按你的说法是你嫌我脏，所以我关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他嫌脏。行，炸串店干完之后又干了火锅。火锅为啥黄？火锅确实是整的有点就是冒了，开的有点大了。然后那个消费意识有点贵，投资判断失误，对吧？后来这老板也没有被生活打低头，跑外卖去了是吧？跑外卖了。跑外卖你又嫌人挣的不多是吧？给人轰回家了，轰回家人家也没有就此沉沦啊。一好朋友说咱去吉林我那儿开一店，先学了1年，学回来之后现在想自己再开一店，对，得不到你的支持，为什么不跟他风雨同舟鼓励他呢？你说你都开荒2个店，你就消停的，为啥就非得当老板？这就当老板，我感觉他有点像上瘾似的。但是我对他的要求吧，就是我也不想要求你给我多好的生活，一个月给我多少钱，换房换车。对，那你要啥？我就想让他陪在我身边，陪在我跟孩子身边。陪在你和孩子身边，咱孩子和你要不要吃饭？你少挣点就行。不是少挣点，他就想一口吃个胖子。少挣点的标准，你给个标准。就一个月5、6千块钱就行了呗。好，在你们长春5、6千一个月的工作好找吗？现在还行。你去找过吗？没试过，其实我你没试过，对呀，那你怎么说还行呢？啥工作一个月5、6千啊？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努力一点。别觉得，啥工作一个月5、6千在你们当地？可以干销售什么的。干什么销售？房地产啊什么的。对，房地产销售。你看这姑娘，就家里面这全职太太当的，她的生活是靠想象的，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过她的艰苦？我也理解她。你觉得她还会东山再起吗？不确定。我也不知道。如果这次她1意孤行的做买卖，买卖又败了，你会选择继续跟她在一起吗？不知道。你老婆说了，要不然开店，要不然离婚。你是开店，还是按她的想法找一份工作，不再做老板了？我要开店。开了店，老婆可就没了。我要给他们娘俩更好的生活。他都带孩子走了，还有啥娘俩更好的生活呀？我认为不能。你是认为不能，还是认为你的店一定会成功啊？我相信我的店还是你认为只要你的店成功了，你的老婆就不会离开你啊？我相信我的店会成功。一旦败了呢？买卖肯定是这样，我也愿意你的店做得特别好，但是万一呢？但是他现在贷款钱不给我拿，他手里还有钱，还有个房子，我们可以拿来贷款。你要抵押房子去贷款？对。所以你们夫妻之间最大的冲突和矛盾大概是在这儿吧？就在这儿。你想把房子拿出去贷款，再做最后一搏，对吧？对。妻子的内心是你搏到最后，你可能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对。那为什么不直接说呢？听起来是一些情感上的事儿，对吧？对女生来说是情感，你看你不听我的话了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对男生来说那是事业，
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你为什么不信任我？你为什么不会觉得我会东山再起？你应该还爱他，对不对？你要不爱他，你不早跑了吗？不想回答是不想让他听到答案吧？你还爱他吗？我还爱他。你现在就是更爱你的那个甜品店吧？啊，我就问你，万一这个店赔了，你咋整？老婆孩子住哪儿？我现在还不能考虑这么多。为什么不能考虑？眼面前摆的事实已经说明问题了。按照你的说法，你那朋友的店就火了半年，半年之后这个店就不行了，你还要走他的模式，那不就还会不行吗？我这1年多，我的经验就是告诉我，就是在长春开的一个首家店一定不会亏的。他还是那么自信。好，之前开火锅店的时候就已经是贷款了。你岳父岳母帮你还了一部分饥荒，对吧？对。占你总饥荒的额度是多少？40%。另外60%是你自己还，我自己还的。所以你还欠你岳父岳母的钱，什么时候还？我岳父岳母钱现在没逼我还。没逼你还你就不还吗？你一个做买卖的。我还。啥时候还？但是以后我一定会还的。你先把房子抵押了，先把岳父岳母的钱还了吧。那现在要是还的话，就做不成那个店了。所以你没有条件，没有资格做那个店呀。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件事儿跟押不押那个房子没有任何关系，因为你现在还欠岳父岳母的钱，你还有外债呢，是吧？啊，所以今天来跟情感没有什么关系，对吧？因为他笃定你不会走，你也确实不会走。你只是想把这个上了头，想快速把本捞回来，再挣点钱给自己的女人和女儿过上好日子的男人，这个上头劲儿给他打下来。我理解的对还是不对？也对。好，应该怎么办？交给老师们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于老师，一个男人对这个家失望到回家都不愿意回家了，你说你还有多少对这个家的留恋和感情？一个妻子对丈夫已经失望到他做任何事情您都不相信了，你说还有多少情在这个家里？面对这样的一个家庭，内心还是想为此支撑，但是都没有选择正向的动作。在家里要的是亲情和温暖，而不是面子和所谓的成功。另外，妻子面对丈夫也多释放一点女性的温柔，多释放一点对他的包容。如果你处处指责他，他会变得更加的破罐破摔，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，那么这个婚姻柳暗花明的可能就一点没有了。谢谢。谢谢伯宏兄。曲总，你们俩的矛盾啊，无法沟通。无法沟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各自的认知不同。其实婚姻的底色就是认知，两个人没有完全相同的，但为什么很多人能够生活在一起并且很幸福，也未见得他们能挣多少钱，过多么物质丰厚的生活。关键是他们能够聊到一起去，能够相互理解，共同去交换自己的认知，然后达成一致。你们没有。这个男人有冒险的精神，有好高骛远的特点，想当老板是吧？怕就怕呀你曾经成功过，怕就怕你成功啊不是你的能力，而是你恰恰在那个风口上，你后面的一系列的操作都证明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你还敢说把最后的这一根稻草，就是你们家房子都要抵出去，我一定能赢？你的认知差得太远了，还不商量就去贷了款，幸亏被老婆发现，否则你的认知问题将导致那娘俩居无定所。脚踏实地吧，先统一你们两个人的认知，先回到家里来，好不好？
然后一起聊一聊，干点什么更能对这个家里是有现实的、靠谱的意义的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谢谢曲总。曹老师，首先来说，男方来说啊，投资啊，咱先甭管成不成功啊，我是觉得一个男人去奔事业是正确的，但是是在家庭有保障的情况下去奔事业。可能你前期努力啊，有房有车什么都有了，但是后边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事儿吧，但是呢，逐渐的开始面临家庭不稳定的时候，一个男人要肩负起他对家庭的责任。我是觉得刚才我听你们俩所有的事儿，其实都有的商量，唯独这个确实贷款这个事儿有点过分了。如果一个男人想奔事业，你可以用很多种方法去证明自己，但是你完全没有，尤其只有夫妻两个人是共同为这个家扛这件事儿了。你如果背着他，你可能赢了，这就是投资成功；你要输了，这可是共同的债务啊。你对他其实是不负责任的。那么反之，女方你对自己也不负责任。你张嘴就说你可以去干房地产销售啊，你知道底薪是多少吗？你知道卖一套房子提成是多少吗？你知道现在房子不好卖吗？你没有了解过这市场，那你想想设身处地的话，如果你是你的老公的话，你觉得他每天挣不着钱，他会不会犯愁？那可能这会儿就是他不理智的地方了，说我除了投资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只有干买卖可能能搏出来，我稳当的每个月领工资，我绝对养不起他们娘俩，挣不了大钱。那如果换成这个视角，你能不能稍微理解他？你这会儿再站在他的立场上，你去跟他说服他，去阻止他，我觉得他会更有认同感。这种沟通就是很正常的沟通。反之，你还玩命的，你闹到最后居然把他轰出去了，你这样的话，俩人没有任何沟通的余地。我是觉得真的应该好好谈一谈，而且你们俩人在感情上，其实问题都是建立在现在两个人互相不信任的基础之上。如果把这个问题说开了，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往前走。谢谢，谢谢曹老师。我问一下，您多久没工作了？从怀孕到生是9年吧。9年没工作了，您觉着您家孩子以后能指望的有谁？这位，你这位老公已经为了他的东山再起，已经不管你和你们家娃无家可归了，已经可以把你们的房抵押出去了，你们已经可以睡马路牙子了。你觉得你们家娃以后还能指望谁？说。指望我自己呗。好嘞，那你们家孩子现在也8岁了是吗？嗯。不至于您一天到晚的把屎把尿，不至于了吧？嗯。出去找活去。这人已经不能以常理度之了。他没做错什么，他很勤劳，但是这个人现在眼里只有成功，没有亲情，没有老婆孩子。这人基本上你指望不上了，你们离不离婚，这人也指望不上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家娃以后只能指望你了。现在请清晰的认清这一点，您接下来既要做宝妈兼职，还得给自己孩子做宝妈，还有一个兼职，拿出一个时间，您得出去给孩子以后找饭辙去。没得选了，没得选了，就是您别看自己老公了，我要是你，我连看都不看他，反正看他浑身上下也都是不顺眼，对吧？何必呢？别挑他毛病了，有那功夫自己出去找饭辙去吧。哎，谢谢李老师，那句话说的特别好，我终于活成了我最讨厌的样子。你就是终于活成了你曾经最讨厌的样子。曾经我一人打拼，我闯一番天地，有了。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靠父母的，没错吧？你现在不就靠岳父岳母吗？你老婆不是标准的啃老族吗？赤裸裸的一句话就行了。开了个火锅店，居然让我去当服务员，怎么了，千金小姐？您不能当服务员啊？老板娘不能出去干活啊？你说他的，在你身上不是比他还更明显吗？你说他懒，你不懒吗？至少他身上现在还有点赌性，我们叫血气，连血气都没有了。脚踏实地，脚踏实地，不要再想那些事儿了。此一时彼一时，
人家说创业的人啊，不能结婚，有婚姻有孩子的人不能创业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一旦有了家庭，你的第一责任是要给家人遮风避雨。创业就意味着什么遮风避雨啊？哪儿有风雨，你得到哪里去；哪里的风暴最大，你得进哪个风暴眼里面去滚。你忍心让你的闺女儿受罪吗？所以我倒觉得啊，不想过了就分开吧，这么还难受，也是消耗，对吧？一个女人已经完全看不上一个男人了，你非要跟他过什么？剩下的时间你们自己交流，珍惜这个时间。离开这儿了，也许你们连话都懒得说了。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。我们在一起已经这么多年了，多余的话我也不多说了。就是通过这次来到这个节目，我也听各位老师的话，放下我那个所谓的店了，我也不做了。就是我们一起回家，我陪在你和孩子身边，咱们一起先把爸妈的债先还了，然后以后做什么事情我听你的，你要开什么店，我帮着你这回。行吗？谢两位，请回。来吧，朋友预测一下吧。其实很明显，这一段婚姻它的裂缝已经很大了。您看刚才他妻子的这一个感受，大小姐吃不了这苦，受不了，所以男出女不出。徐总。我觉得都往前进一步吧，男生回来，女生接纳，都出来吧。但是看刚才这个说完话之后，这个犹豫的状态，要悬，一出一不出。为了孩子，希望都能出来。为了孩子，多忍一天都是成功，因为忍一天，孩子长大一天嘛。行，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在吧，女生，去吧，快去吧。选好了啊，妻子选好了啊，不再抱怨了哈。行吧，祝你们幸福，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。各位，请见证。请亮灯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清水。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，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